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张启凯委员、赖士葆委员、江一珍议员也是发言人，张思刚议员。好，我们看福建跟辽宁舰啊，这大陆一共3艘航空母舰啊，这是新的啊，跟辽宁舰那同框在青岛的军港，所以奇怪，两个舰干嘛同框呢？大家就猜测了哦，说是不是要举行双航舰的编队演练？哦，打仗的时候不是一个出来，2个出来哦，然后呢，怎么样互相支援哈？那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威吓日本，因为大陆跟最近日本关系比较紧张嘛，是不是福建舰、辽宁舰聚集在青岛？哦，不过外国媒体跟我们的顾立雄国防部长研判不一致。顾立雄在立法院17号呢被质询的时候说呢，福建舰应该是返回上海的长兴岛造船厂进行缺点改建啊，缺点的改进啊。可是大陆的前共军教官宋忠平说法，福建舰跟辽宁舰靠泊对接，可能预示呢双方即将展开联合训练行动，那这差很远。如果按照我们的国防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回去有很多缺点要改。那如果按照这个其他外媒报道呢，或者他大陆的专家，这2个可能要同框演习好，那么除这个以外呢，这个日本这个匿名的高官说，日本应该可以考虑拥核不能靠美国，我们要靠日本自己。那日本有什么军力呢？核电，这个核武啊。那日本官方说这是匿名的，官方重申非核算原则，就是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核武器因为日本当时长崎广岛被炸以后，这个伤痛非常的重而且这个其他国家也说，你日本不要再搞这个军国主义了，也不准你拥有核武那美国国务院讲话了，说日本是核不扩散的全球领导者，全世界都看日本日本这么强，对吧？日本是很强的，经济很强，工业很强科学很强，诺贝尔奖金拿了好几个日本都不发展核武，其他也不要发展，所以你是领导者但是你是示范者你怎么现在有改变了呢？其实美国等于间接的喝阻，这个警告日本不可以发展核武。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日本国会大厦外，抗议民众聚集，高喊口号，要求首相高市早苗收回台湾有事論。撤回しないと中国納得しないでしょう。緊張関係より高めてしまうので、やっぱり自らきちっと反省をして撤回すべきです。台湾有事のやつはね、ちょっと呆れてますけどね、ああいう答えをするっていうのね、常識でも考えられないような感じですね。不止大陆官媒持续放大中日摩擦，军事动作也接连登场。大连、唐山海事局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公告指出，从21号下午4点到28号下午4点，解放军将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一带执行军事任务。而就在12月7号到14号，解放军也曾在同一海域进行为期1周的军事行动。实际上，中日关系恶化后，大陆已多次在这2个地方进行军演，而这一次的時間點格外敏感。不過，同高市關係密切嘅日本自民黨代理幹事長秋生田光一，星期日起訪問台灣3日。面對大陸步步緊逼，高市早苗則在東京主導另一條外交戰線，與哈薩克、吉爾吉斯等中亞5國舉行首次峰會，並在未來5年將投資台幣約600億元。外媒分析，日本此舉被視為分散稀土與戰略資源，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好，日本有人說要擁核中國就罵了，說重走邪路。忘了你當時2戰的時候你多麼邪惡的一個國家。戰後以後呢，大家不追究你因為你改邪歸正，又要重搞核武，什麼意思那解放軍報說，忘記歷史就意味着背叛歷史，背叛中國，背叛全世界。那另外呢，日本共同社民調呢，60%認為高市的台灣有事是影響日本的經濟的。的確日本很多經濟現在這個旅館沒人去住了。今天有一個新聞，我不太敢相信，說京都的旅館1夜只要600塊台幣，什麼個價錢？真的假的？不知道哪個什麼旅館可能一般的小旅館就觀光客少很多了嘛，這很慘。就台灣也是一樣本來大陸如果觀光客來，1年可以替台灣創造1000億的收入現在不要了好，那麼但是呢，奇怪的，2國緊張中日，但是大陸的稀土磁鐵出口日本，11月的數據創今年最高的。所以換句話，政治歸政治，經濟還是歸經濟。來，士葆兄。
当然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是一个理想状况的。eventually 到最后，政治还是会影响经济的，这个是很清楚的。看到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然后中国大陆跟日本现在关系不断的恶化，我觉得我就在这个顾立雄啊。前几天来立法院，上个礼拜的立法院，当时我就是看到说福建号穿过台湾海峡，然后就马上有民进党委员问他说这是什么一回事？哇，这个顾立雄啊，轻描淡写，云淡风轻说啊，就没啥了，回去，因为他原来在南边去训练就回去上海，就这样子而已，没什么事，所以后面就这个新闻就没有人追。好了，现在有提出来了，有人就说不是哦。他要去黄海那边跟辽宁号里面双舰联合演习，有可能要联合演习，那这个就很严重了。这个的话就剑指日本了，很清楚了。日本的首相也高市早苗所提到的说台湾有事，日本用白话文来讲的话，就是日本也不排除出兵，就这个事情这样的讲法，惹恼了中国大陆，惹恼了老共。所以呢，这个事情就一直恶化，一直恶化。好了，现在我们就有委员就提出来了。那反过来讲，日本有事，台湾有没有事啊？现在看起来变这个样子啊，因为看起来老共现在是剑指日本，然后在那边演习什么之类，日本人会怕啊。你要知道，二战前中国人基本上是很怕日本人的，现在来讲是倒过来，日本很怕中国。你可以看到我比较了一些军力的哈，如果你1对1。品质来讲的话，就 quality 品质来讲，日本是强一点，日本还强一点啊。可是日本没有航母啊，老共有3艘航母嘛，这航母很厉害的、啊，对不对？可是就整个军力来讲，以海军、以空军来讲的话，日本的5代机啊为主 ，F-35这里面啊，大陆呢就歼-20，就歼20也是5代机，这里面呢，日本的战机有300到350架。然后5代机有70多架，然后大陆的战机有1500架，然后它的5代机有300架，所以数量来讲，日本是中国大陆，日本是中国大陆的大概1/4到1/5，就大陆大概是5倍了，4倍到5倍。可是就品质，如果以跨里来讲，日本的基础强啊，所以1对1啦，很多人这样评估，1对1可能日本不会输给大陆，可是这个大陆战机是你的5倍啊。这个一出动，量一出动来讲的话，那个结果就不一样。所以现在来讲，是美国给的嘛？啊，都是美国给的。好，现在回过来第2个题目，很重要的题目，核武。现在有一个讲法出来了，说，美国现在呀、对台湾来讲有意说啊，美国现在川普就搞说 ，mega 就是什么，以美国为主，以其他事我能不管就尽量不管。所以这时候第一岛链的事情就拜托日本了。你多负担一点，钱多负担一点，军力多负担一点。好，那有人就提到了，这个不是无的放矢哦，这个事情就出来说，那日本要不要核武？虽然美国这样子，可是从美国的最近战略的改变，它似乎有没有这个可能，说我开始让日本负担更重要的责任那一块呢？虽然我有驻军，美国好几万，5万哦，5万左右哦，在日本。那这一部分就尽量以日本为主导。那万一台湾真的有事的话，日本你出来。就现在我说，现在看起来是日本快有事了，台湾会不会有事？我们是这个很奇怪的事情会发生。最好都没事了。美国在日本大概有5万，在韩国有这边3万，所以美国这个军费在海外其实资源蛮多，而且都要特别加急嘛哈。那日本的民调了哈，支持高市早苗的还有67.5哦，比11月少2.4%，那时候差不多70%，但是还是蛮高的哈。来，这个怎么看？日本有观点说要重新发展核武，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日本的科技跟工业非常的发达，而且它有核废料，就它只要愿意发展，它很快它就拥有大量的这个核武。那可是现在你看，现在跟中国关系是硬碰硬，现在共军还在哪边？在渤海跟黄海还在金援啊。两边随时可能会有，又会不会擦枪走火？我一直在强调，他们有很强的民主的这个仇恨，好，所以不是什么高市在讲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我们要怎么避免日本有事，台湾有事？这个要非常注意。那刚刚讲，虽然高市这个民调还是高的，可是老讲对他的经济这个伤害是很大的。我去看了这个资料哈，中国大陆人啊，一年去日本旅游，这占所有那个旅客是最多的，一年922万
比我们的500多万还多了将近400多万出来，它的那个损害会多少？他们评估说，中国大陆这次下了这个旅游禁令去这个中国大陆，去日本损害损害多少？3580亿耶。现在高市老讲，他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本来日本的经济就不好，他经济的这个危机本来就是大的。他现在如果又受到这样一个冲击，连共同社他们去做的这个民调都讲，这是很大的一个危机啊。那另外我拉回来讲台湾的这个事情，现在很严重的是，我们的国防部现在螺丝钉掉满地。刚你在讲这个顾立雄，顾立雄以前讲话是很稳重的啊，你没有发现他最近可能反常必有妖啊，反常必有妖啊，最近。国防部有2个很大的特色，第一个钱非常多钱已经多到亿到什么地方了？他明年度的这个国防预算9000多亿，前阵子前上个月我们还给了他夹带本来是高关税的那个预算，他又丢了1000多亿进去，2个加起来就上兆了现在又来一个1.25兆的，第一个特色是钱太多，第二个是什么？笑话太多，螺丝钉掉满地了。你看最近那些标案，什么卖马桶的啦，室内装修公司去得那个炸药的标案，对不对？然后那个协商去得标那个什么步枪的那个敌火，然后呢卖酒的、送机枪的这个弹药，还有茶商去负责得标什么？我们兵推系统的那个维护，那个老板还出来讲他说我连去投标都没有，就后来国防部来讲我得标了，我就派2个工读生去做这个事情。是没有去现场，没有去现场开标，没有开标，有投标，竟然国防部通知他说你得标啊，我得跟他用代志。然后他找了2个工读生进去，还到金营里面去大家都知道。金营里面那个系统，那个他就是你那个军队那个系统，那个内网是跟外面是不一样的。你让一个工读生进去维护你的那个国防的这个电脑，这多危险那个事情。所以整个那个国防部不是有钱很多而已，你要发现他已经那个整个螺丝钉都掉满地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事情？第一个，我们避免说日本有事的时候，我们怎么变成台湾有事？这个是我们要非常，而且看起来2边现在还在升高当中。更重要的，我们的国防部现在已经荒腔走板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很重要一个任务，现在不是只有什么 AIT 对我们有压力，或者说什么那个民进党现在一直在抹红，或者抹红这个所在野党是什么？我们不支持国防预算，国民党跟民众党都一样啊，合理的国防预算我们都支持嘛。可是现在很严重，你一下子拿了这么多钱进来，然后有6000多亿的这个钱已经付出去了，你都没有进来，对不对？钱账都没清，怎么可以马上又要进来？武器还没进来，像赖清德讲的，马上就有危险。当然，赶快把已经钱出去的赶快拿进来啊，这样才可以保护我们安全嘛。所以我们一直在明确的要求，民进党不要再抹黑了，赶快赖清德来立法院报告，讲清楚你当初为什么讲错话，造成造成台湾民众的恐慌。更重要的，你怎么样？这些钱是真的要吗？那可以怎么样买得到我们真的台湾民众需要，让人民可以安心？赶快来立法院报告。不就是说，国防预算本来也是必要的，我们知道军事预算是必要之恶嘛，恶它也是必要。但是问题是我们希望是说，你有这样多国预算，你的经济有这么棒，那你从这一部分，你现在经济搞了半天，对不对？大概只有高科技好，其他传统产业蛮惨的，很多地方需要钱，你把国防预算占这么大的比例，这个不太符合比例原则了哈。那当然，刚刚提到说工读生去投票，这很奇怪，为什么我讲？要不然你就不要去嘛，不要去，因为你不去，我不在乎，我就不去。去通常要求去，尤其那种军方开标，要有能够负责人去，为什么？当场肯定跟你谈价钱。你超过底价太多，你要不要杀？工读生怎么做决定？这很奇怪啊！很多公家机关是你去的人必须要至少能够这个讲谈话，至少能够跟老板那讲的话。你工读生去你是干嘛？今天我就问你说，你这个标比我们底价多了5%，能不能少5%？你能做决定吗？那我认为顾立雄可能是看到我们那个海鲲舰那个潜舰太多了，因为海鲲舰每次出去就回去整修，回去整修。他说那这个舰怎么这个福建号要回基地大概是要发现有毛病要整修。他的脑筋觉得我们潜舰回去就整修很多次了，已经海测很多次了，现在再回来。这个比。好，前2天了，上礼拜5了，这个张文。他还有个化名叫张丰言，他在网路了，因为不敢用真名了，怕人家追，去网购这个作案工具，因为一点点买，差不多2年的时间，他这个熟悉军事装备，因为他等于是这个志愿役的军人了然后他本来志愿军人起码要做5年了，可是他中间又不想干了，他就假装酒驾，因为部队现在觉得酒驾很严重如果军人喝酒撞死人，这个对军誉影响太大。所以假装
戒酒、驾车酒驾被抓，所以呢就还钱退役啊。那大量采购这个犯案工具，而且是假身份哦，让人家不知道他是谁。奇怪了，他失业蛮久，哪有钱呢？花4.8万买了24颗生存游戏的烟雾弹哦，所以呢，他算是孤狼式的犯案，因为这怕后面有没有到底什么集团啊等等哦，所以现在认为他是孤狼哦，所以准备了将近2年的时间哈。那他这次他们说不是临时起意，是预谋的哦，是有计划的，所以呢，他说有变装5次的变装哦，他先到处纵火。说这样可以吸引警力到不同地方去放烟雾弹，警察就会去啊，这是什么问题？哦，这是想得很缜密啊，有一个硬碟，有一个杀人计划书哦，而且他多次到北车跟诚品南西店去现场勘察，人动线是怎样啊，等等等等哈。那他频繁更换他的载具，用机车、YouTube 徒步变来变去，让你没有办法知道他怎么样。然后犯案以后还装行人跑出来哦。前面就3次变装，哦，3个地方还有租屋的地方纵火，然后接着5:23、6:37、6:50，时间都很接近了，然后又再经过2次的变装，哦，另外呢，到底谁给他钱呢？他没有收入啊，他妈妈有汇给他，都汇很少啊。他说后来存款只有39块，那他又无业，信用卡也不见，手机也不见。到底谁让他有租房子要钱呢？谁给他钱买装备？所以现在查这个东西哦，是他的 LINE 说只有2个好友，你们谁 LINE 只有2个好友哦？这2个叫做房东，也不是好友，因为要付房租嘛，要催缴，还有房仲，看的都跟房子有关，所以他很封闭啊，哦，所以很奇怪。我们看一下他的金流。北京无差别攻击事件，张文投掷烟雾弹价格曝光，1颗2000元，一口气在网络上他买了1箱24入48000元。监视器也拍下张文的个人装备，防毒面罩配滤毒罐约1400元，战术背心和手套看材质个别约500块。自制汽油弹除了需要用到汽油，玻璃瓶看材质1瓶约20元，预计数百元。甲醇也就是工业酒精，网络上看价格2公升约400块，瓦斯罐和喷枪约200元。另外，他使用了刀具，推估使用的美军越战开山刀以及其他13把大小不一的，个别要数百元到上千元。警方说前后耗费约6万元。但更匪夷所思的问题来了，张文从军中被淘汰的成本可不小，酒驾罚锾15000元起跳，加上提前退伍的违约金约9万元，至少105000元起跳。张姓凶嫌选择在中正1分局对面的公园路巷内承租套房，据悉租金是落在11000到12000左右。而若以房租约11000元来看，张文的母亲累计补贴3万元，等于几乎打平。至于他之前从事每个月39000元的保全工作，做了11个月，薪资43万元，但接下来失业1年，生活所需总要吃喝，手头有这么多余裕吗？难道有其他外快管道？张文的这个金流目前仍在调阅查处当中，这金流真的得好好查查。教育。其实这个案子到现在，当然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哦。那很多人在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从11年前的郑捷案到去年的终结案，到现在的这个凶嫌犯案的这个案子张文哦，所以这整个过程当然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除了大家在说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有加强应变等等，但是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凶嫌他策划这整个事情已经将近1年多的时间，那包括他的整个犯案的计划、装备等等都被警方现在都找出来，甚至他有5度的变装，而且到处纵火，让警方在不同的辖区里面去寻找，而且疲于奔命。所以这过程中，其实他也知道警力有限，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警方穷尽一切的能力，最后还是差了一步让这个凶嫌在南溪星光三月直接坠楼等等。那我觉得，当然对警方来讲，大家也都非常的无奈。可是，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还是看到很多默默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逃避，而且挺身而出，而且选择善良的，像这个瑜伽场的这个于大哥他在这个台北车站的第一时间以身来挡这个凶嫌，然后救了这么多人。因为据说当时
在这个凶嫌的计划里面，本来他手上还有其他的汽油弹，除了要用烟雾弹之外，还要制造北车更大的伤亡跟混乱。那因为这个于大哥他舍身取义哦，所以真的救了很多人。那现在蒋万安市长也说要把他列入忠烈祠，我想这个很多人也都非常的支持哦。那其他还有包括这个机车骑士，他在最后一刻他其实被划了一刀之后，他还打电话给家人，甚至他在最后临终说告诉我的爸爸妈妈我很爱他们。所以还是有很多很感人的事情，包括这个台大医院的妇女党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个画面，他并没有选择赶快逃跑，而是留下来救助这些伤患。那但是问题是，就是为什么张文刻意在这2年多的时间跟家人失联，甚至刚刚所说他的手机只有2个朋友甚至被警方查出说他故意都没有用跟任何人通话，他只用 WiFi 然后去上网，就是把他的电子足迹几乎都抹灭。因为其实在现在社会，你很难找到一个人说他完全没有脸书没有 IG， 然后你不知道他平常都在干什么，有什么朋友。但是张文他就刻意的把这些全部都抹去了，然后想要制造这样子的一个大规模的攻击事件。那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当然现在大家都还在抽丝剥茧，只是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到了什么？除了说社会上有很多愿意帮忙的人在面对危急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所面临的包括警力的装备保全如何能够在第一时间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包括这个时候我们也发现说监视器包括北捷也发现说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即刻的追查，或者是未来的大众运输工具不管是捷运高铁等等，面对这样子有可能携带器械的乘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现代的一个防范的方法可以去阻止预防？那当然我觉得大家的危机意识还有面对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例如说只要这一个人他做好缜密的计划，他就可以瘫痪我们的交通，就可以制造这么大的混乱。那这对台湾的社会安全其实会有很大的威胁性，也就是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有机可乘的，原来我们的防卫系统，原来我们的安全意识、危机意识、应变能力这么脆弱，所以我觉得整个事件有很多可以检讨的地方。那这个伤痛，我觉得还是会过去，只是如何从这个伤痛里面，大家能够重新的站起来。就因为台湾社会一般算是安定了，所以一般人没有那个警觉意识了，就觉得说不会啊，不会啊。包括那个郑捷也是，他就看手机，就在手机上被一个一个杀了那这个也是就大家觉得不会，所以现在大概这几天大家比较警觉了。就这样，但是问题过一段时间以后，可能社会平静了，大家又失去这个警觉性。很多那种治安很差的国家或都市里面，每一个人警觉性很强，随时在看有没有。以前纽约就是这样，随时看有没有要抢我，随时看有没有要干嘛那警大的学者是说了说呢，这个人是所谓挫折失控，是有挫折，其实大家都有挫折谁没有挫折？多多少少看什么挫折，但有的人挫折把它忍下来，增加自己的这个忍耐力，有的就失控了另外呢，就认同有危机第三呢，偏知妄想、偏执。第四个，报复社会你们都对我不起，你们每个人都过那么好，为什么我失业？为什么我没钱？报复你们那他爸爸说他2年没回家了。他原来的学校，我看他学校说他成绩还可以啊，他资讯这个科技毕业的然后呢，也好像行为也没什么不对啊，结果怎么会变成这样？他对机械及生存游戏很有兴趣，结果呢，因为他没有在家里，所以人家叫招他接不到就被通缉。那这个也没有到了要去杀人的地步那另外呢，说现在查到张文的冷钱包，什么叫冷钱包？虚拟货币，说找不到他没有钱怎么买这些东西呢？所以有没有可能在冷钱包来追查后面到底有没有金援他的人？如果有金援就要追，你为什么给他钱让他干这个事情来，这个一真。其实在这个岁末年终，大家要团圆团聚的这个时刻，发生这样子令人心惶惶、非常焦虑的事情。那你可以看到上个礼拜呢，其实大家就是都非常关注这个嫌犯张文相关的这个无差别攻击的这样一个案件。那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预谋、计划性，甚至是非常挑衅式的花了1年多的时间，而且嫌犯非常的狡猾，他变装5次，然后是一个孤狼式的，然后让这个警方疲于奔命的去做。但是呢，我是认为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坏人就忘掉了非常多的好人。你看到像刚刚嘉瑜委员他举的这个瑜伽场大哥50几岁挺身而出，那试图去阻挡
张文可以杀害或是伤害更多的无辜的民众。那还有这个救人救命的这个医师母女，那你也看到呢，非常多的不管是这个餐厅或是咖啡厅的员工，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路人等等，大家不管是拿起手机来拍照搜证，那或者是呢赶紧的报案，那这个员工呢可能纷纷的也把这个门市的这个铁门拉下来，那或者说很冷静的去疏散很多的一些旅客等等，或指引相关一些方向。所以我认为其实台湾是一个相对温暖的地方。那你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刻呢，大家的确是有很多一些相关一些检讨。那不管是这个很多的一些制度流程，或者是我甚至看到有一些人是在谴责或是批评警方，这其实我真的要为我们的警察同仁稍微说一点话哈，因为在现在这个情境，比方说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简舒培，他就在脸书 po 文啊，说这个连续纵火之后还能犯案，那台北车站到中山站畅通无阻吗？嫌犯在分局的周边屡次犯案却抓不到人，那请问台北市的警网出了什么问题？那我要说啊，这个简舒培议员呢，其实是再次的批评赖清德，这次就不是那个私下录音的录音笔了，而是公开发文，因为就连赖清德总统都说，台北市政府做得到位，所以现在简舒培是来帮赖清德得罪台北市远警的嘛？再来，如果你真的要这样推的话，警政一条边啊。赖清德、卓荣泰跟蒋万就有就这一件事情一同开会，出来简报的是内政部的警政署长张荣兴。那请问一下，简舒培是在打脸张荣兴警政署长吗？还是在打脸赖清德？还是他顶头上司刘世芳呢？所以变成说，现在呢，其实警察真的不像是我们可能上网看看新闻。这几天大家对这件事情关注度很高，讨论很高，我有很多的疑问。那希望我们这个社会是安定安全的。但是警察同仁呢，他是一接到命令，甚至我今天看到一个所长，就中山一的派出所所长，他是出来甚至带点哽咽的说，他现场值班的同仁第一时间就冲到现场了。那再来已经下班的同仁也是接到命令，还来不及回到派出所拿装备，他们没有太多的装备，因为他们要去抢时间，要去保护民众，所以他们也是很快的在第一时间，不管是赶到北车或是赶到中山站，就是为了保护民众。所以，请简舒培议员不要再讲所谓的，你应该是跟大家站在一起，不要因为一个坏人摧毁更多的好人。休息一下再回来。